我们的脚背又高又宽，和老外的不一样。那腾越的鞋子呢，就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脚型设计的。这样子呢，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采集脚型数据，改良鞋楦，这样子呢，才能让我们的鞋子品质和舒适度都保证在一个水平上。OK， 背完了。这鞋子帆布这么粗，鞋底这么薄，款式还这么多。如果不在我直播间卖，根本就卖不出去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刷单别忘了，就这品相，1分钟2万双，还是有点压力的。你们要刷单？这谁啊？自由骑推来助播的画手，就是现场在鞋子上画画的。哦，你上来。你就是微博粉丝20万的朝阳大人，你跟他对一下流程吧。好。你们没有跟我说过今晚的直播要现场卖货，我从来不接卖货的直播，而且你们还要刷单，这是欺骗消费者。你哪来的小白？故意找茬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接受这种弄虚作假的直播。我有我直播的规则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再说了，主播不应该戴面具，到时候观众是看我手里的产品，还是看你脸上的面具啊？把它给我换了。和我合作不能任意更改指定方案，我不管他戴没戴面具，你们俩必须给我一起直播。既然接了自由骑的商务，就应该一切为品牌考虑。你这么傲慢的甲方，我倒是第一次遇到。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给我正常直播，或者走人。今天来的50个网红里，我是唯一一个头部吧？江小姐，你可知道，如果我走了，对直播效果和销量的影响是什么？你现在还找得到别人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根本不重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不能被替代的。咱们走着瞧。既然他走了，你也不用再留着。喂喂喂，各位，刚才的这一幕大家都看见了。陶小英昨天晚上的直播销售额是多少？大家心里应该清楚。她的个人抽成超过了10个点。我相信这是你们做梦都想拿到的业绩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你们心里肯定会在想，我不是陶小英那种头部网红，没那个机会。那是因为在她走红之前，她抓住了你们错过的机会。今天，我把你们曾经错过的机会放在你们眼前，谁抓住了机遇，谁就是下一个陶小英。我为大家准备了4个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的首页轮播。今天的销冠，我送他上热搜第1。来，欢迎有走过路过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
进来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就你进去这一会儿，网上的数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50个网红同时直播，肯定会在各大平台引起关注的。哎，你说那个顶级网红陶小英是怎么回事啊？她罢播都能上热搜第2。哎，哎，等等，你看。 喂？什么？哎呀，和顶流的网红主播都4上热搜了，不愧是在利兹大学读的传媒。但是你说这个自由旗和安奈达怎么一起上热搜了呢？ 安奈达那个网红设计师真有那么红吗？卡六推荐位，花钱买。这大小姐真够有钱任性的，而且还懂得验压。她确实挺会算计人。你算计我？从来不露脸站台的网红画手朝阳大人，今天露脸之后立刻上了热搜，微博、抖音号不到半个小时涨了10几万粉。你利用我给你们造势，你早就挖了坑等我踩，对不对？ 我看了你在圣洛朗大赛的参赛作品《流动的圣经》，你的设计太过分了，不适合安奈达这2年走的风格。来汤圆当设计师吧。你还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还是那么自以为是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。我替你考虑过了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安奈达很可能会用违反竞业协议开除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俩初中、高中6年同学，我做事的风格你应该很清楚。我向来是说到做到。安奈达给你开多少工资？来，腾越，我给你翻个倍，我可以替你兜底，你考虑一下。兜底？江湖，我真不知道你在狂什么。你的一切不过都是你爸给你的。 有个很厉害的爸爸，就可以随心所欲破坏别人的人生吗？你在安奈达做了3年的设计师助理，就算这次拿奖了，也不可能成为总设计师。这么好的机会放在你面前，你不要吗？我今天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换来的，而你，没了你爸，什么都不是。 涛，看来心情不会太好了哦。心情不好，机会才会好。他今天不就是在一片不被叫好声中创造了个好机会吗？是，走吧。那你干嘛去啊？你先回去吧。不等你了。机会来了。 谢谢，恭喜你啊！看今晚销售额马上就要突破5000万了。也恭喜你，今天晚上微博的粉丝量会1200万了吧？你今天赚的流量是3个月的总和，明天的直播会再创新高。多谢江小姐指教，来为我们的共赢干一杯。今天那个画手演技也不错。他不是演。看来我们配合的真的很好，真有好朋友的默契。再干一个。我们只是合作的很好，仅此而已。我先过去了，随意。
你可以摘掉他的面具，但是你不应该打他的脸。属于我的荣光。你的东西都完了，我那儿了。啊，谢谢你还记得还给我。原来自由旗已经成立了30周年，今年园区也没做什么大手笔的主题营销，显得有些轻了，不太气派。我们做实业的不需要那些虚伪的气派。你昨天的大手笔直播就很有风格，很气派，一天大几百万就花没了。哎，预算你爸批了吗？那你的风格是见不同的人换不同的皮吗？江小姐的潜台词是：徐思，剑桥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专业背景，在香港外资投行 ICT 做了几年并购，没少挣钱的。怎么？回来之后改行投资地产了？啊，不对，准确来说，你现在是失业状态。把我了解得这么清楚，江小姐果然对我很感兴趣。谁让你骗了我100块钱呢？这爸，哟，今儿怎么来公司了？带了个投资人来见你。啊，江总你好，我是徐思，今天是来请教学习的。来，坐吧。宝兴投资的人很着急吗？你还没有正式入职宝兴，就替他们周旋了这么大一个买地项目。他们给你的职位不错吧？果然是什么都瞒不住行业的老前辈啊！他们没告诉你，自由旗是不会卖腾越的吗？朝阳大人啊，怎么着？以后在公司里还得叫你一声大人呗？杨总，我可以解释的。资20万，我们公司出了个大 V， 我居然都不知道。我可以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啊，你在进公司之前就当了网红，所以这事跟公司没关系。不是，因为微博呢是我私人的社交工具，在入职的时候我就没有向公司汇报过，所以那。是私人的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有几十万的粉丝，那就有了社会影响力。你用你的影响力去接广告也不是不可以。哎，但你跑去我们竞争对手那里站台，这什么性质啊？我们安耐达自创立以来，第一次和友商手拉手一起上热搜，向朝阳，真有你的。那公司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？你先出去吧，让我好好想想。
好。我很喜欢你视频里做的鞋子，锅风多好，比咱们这流水线上做的漂亮多了。谢谢啊，加油！鞋码是44的吧？来，试试。下雪的时候要封仓，天晴的时候才能放凉，老行规，懂了吗？进来。江湖来了，哟，财务总监来了，那我得赶紧消失。文贤英、智雅意，你也别杵在这儿了，这些你也穿不来。行了，咱们出去吧。爸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这是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。哎，加个微信吧。有必要吗？说好了，我赢了的话，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哎，昨晚的话你全当酒后胡言乱语，不用那么在意的。你这个人还挺会耍无赖的。我们俩刚才不还统一战线了吗？不交个朋友说不过去。成年人的社交是互惠互利的。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互惠互利的地方吧？话别说的这么早，你看市场不是很有预见性吗？什么意思？加个微信。回头你卖资产的时候可以联系我的意思，我很快就会再就业了。正如你所了解的，我不仅投资地产，还兼职处理不良资产。自由旗不需要。你就这么信自由旗啊？你信不信有神？我爸就是神。海外那几笔投资还没法解套，供货商那还欠了几千万的款，眼下要到发工资的时间了。暂时先把江湖名下的外围资产抵押了，把工资付了，尽快找到沈贵。咱们在新安贷的钱也得拿出来了。有什么话就直说。这几年我们投资的盘子确实做大了些，当然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近几年的行业利润确实一年比一年薄，营收压力确实很大。哎呀，市场就是这样起起伏伏，这也是大势所趋。别担心了，我已经跟老张他们都谈妥了，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帮忙拖地的。周五你一定要去周医生那儿复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最近跟高毅联系过吗？怎么了？新安贷的沈贵是高毅介绍给我们认识的。前段时间我想联系沈贵，找不到人。今天给高毅打个电话，他也没接。嗨呀！哎呀，这孩子性格太内向了，再加上他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所以吧。看来他还是跟你更亲近些。
希望是我想多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安奈达还没开除你。如果你是来幸灾乐祸的，那你就打错算盘了。看来就是否开除你这件事，安奈达的高层也在艰难的决策中。那我是真没看错人。江湖，你到底又想玩什么？我说过，我很喜欢你的设计，流动的圣境。我也说过，你现在的设计不适合安奈达，他们不会全力帮你做这个系列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三顾茅庐，亲自为腾越聘请你当总设计师。你没有在自由旗或者腾越上班入职，你拿什么身份来聘请我？你不是也说过吗？我有个厉害的爸爸，我可以给到你安奈达绝对不可能给到你的待遇。江湖，你以为天底下的一切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唾手可得吗？你连腾越都不了解，还自作主张的为腾越招设计师，真不知道是该称赞你的狂妄呢，还是嘲笑你的愚蠢？向朝阳，意气用事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处事态度。腾越厂已经为自由旗做了20年的代加工，现在的腾越只剩一款小白鞋，在市场上根本卖不动。所以，因为自由旗，腾越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产品。跪下的腾越根本不配有自己的设计。向朝阳，现在的腾越不配我去当设计师。哦，对了，赵也和我说了，香港那边的消息，自由旗主投的金融平台新安贷，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沈贵已经消失好几天了，现在可不光是自由旗的人在找他们了。所以我说呢，他们资金问题这么大，周年大庆，整个厂区冷冷清清的。自由旗目前资金缺口10来个亿。只要沈贵失踪的消息一泄露，新安贷绝对扛不过资金挤兑。那到时候这就是压倒自由旗最后一根稻草了。对了，还有啊，其实老姜对 K32的情况那是非常熟悉了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消息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了。那到时候，
所有人都知道了。我们现在虽然把腾越周边的地皮都已经收购了，但是如果到最后咱们没有收购腾越成功的话，我们就非常非常被动了。要不然，咱们加快点速度，把沈贵失踪的消息给他放出去。喂，沈贵，放心放心，消息我负责分发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哎，丫头啊。啊。干嘛带我来腾越呀？哎呀，您来嘛！哎呀，来！哎呀，行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真是岁数大了啊！你说这个爬起些楼梯就喘得慌。爸爸，你看，您常说，腾越是自由旗的起点，也是您的起点，所以才会一直坚守着不卖腾越。我找到了30多年前您卖的第一批鞋，您看看是不是这个？没错，这就是爸爸当年卖出的第一批鞋。过去30年了。当年，爸爸插队回城，被分到这儿了。当时第一天去报道，厂门口站着一个女孩，穿着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，她居然冲我一笑。哎呀，转眼腾越都快满100年了。是。当时您对我妈一见钟情。哎，你可是第一次带男孩子到我的面前来啊？啊？你想什么呢？哎呀，不是那样的。那是哪样的呀？我就是跟那个姓徐的投资人打了个赌，没别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什么心啊？你不知道啊。这个徐思小子啊，很聪明有手段，也很有野心。要是你对他有意思，那我就有的要操心了。反正在我眼里，再厉害的人都不如我爸厉害。